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，今天又是元宵节了。在这个暖洋洋的元宵节，汤圆成了我们心中浓浓团圆的象征，咱们怎能错过这美味又温暖的小家伙呢？对于这个小小的圆字，吃法可是多了去了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汤圆的神仙吃法，出锅松软香甜，又软糯，而且还流心，比面包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几个汤圆，大约有20个左右。这个汤圆呢，我选择的是速冻汤圆，无需解冻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豆上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烧至底部冒出这种密集的小泡泡，往里边加勺白糖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白糖化开。煮汤圆前呢，加一些白糖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不容易破皮，而且口感会更加的劲道。搅匀后，再把汤圆放进来，开大火煮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煮的过程中呢，不时的搅拌，大概需要煮2-3分钟左右。煮这汤圆全部漂浮起来，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这个汤圆不需要煮太久，放凉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起锅烧热，往里边倒200毫升的纯牛奶，开大火把牛奶烧开。牛奶烧开后关火，再倒150克玉米面，边倒玉米面边用筷子搅拌。用烫的牛奶把玉米面烫一下，这样玉米面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。就搅拌成这种没有干玉米面的颗粒状就可以了，再把它盛出来倒大碗中。往里边倒2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加入2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呢，就再加一些牛奶；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些面粉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这一步尽量多揉一会儿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才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不用醒面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3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这样的面团，依次放在案板上。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把面团放在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
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。擀好后，再放上一个刚煮熟的汤圆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里面的汤圆漏出来。包好后，再放到案板上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的圆润一些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呢，给它包上汤圆，全部包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防止粘连。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盖上盖子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大概需要发酵1个小时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说明就发酵好了。然后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玉米面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看一下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把它取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汤圆馅包子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诱人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打开一个看看，外面非常的暄软，里面呢拉丝还爆浆，真的是非常好吃。这个包子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1次发酵，不用2次发酵，添加了玉米面，容易消化，也是非常的营养。以后汤圆就不用直接煮着吃了，学会这样做，比汤圆好吃多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